这一生，我觉得最受用、最受用的是不但理论了解，亲眼看见，真的有人，他能够把大师的教法，真正的在他身上面并发出光明来。下面终于接我的位置的人，假定是你是还在跟在这里呢，你一样把它看成大师看，对你绝对有好处。师父逝疾第3年，上师为承办师父遗愿，开始建立五大论学制。五大论分别是法称论师的释量论、弥勒菩萨的现观庄严论，第3本是月称菩萨的入中论，第4是世亲菩萨的俱舍论，最后是功德光大慈律师的戒论。由于宗大师见到这5本论涉及经律论3藏的精华，所以将此5论立为格鲁主要修学的显教论点。常规的五大论学制是15年左右，而上师们考虑此时初创学制不要因障碍而中断，并定第一班8年学制，但学习的质量不能因此而降低。就他们正学的时候是蛮辛苦的，压力又非常的大，这样子常常就是开课之前呢才知道说2、3年的课程呢，哇，那浓缩变成1年来学习，所以常常都复习啊、预习啊，那时间就非常的不够啊，所以只好把那个睡觉啊、吃饭的时间就常常拿来挪用，非常的辛苦。之前本来都是以单打独斗的学习方式，在这时候已经不管用了。全班呢团结起来，把上课进度呢分成好几个段落，听抄、剪贴，然后把它影印成一份，再发给同学。因为那时候课程量突然加多，最多的时候课程高达5、6个钟头，除了把每天课程撑完之外，接着就是辩论课。辩论课之后呢，其实熬一整夜呢也是没办法把当天的进度复习完。可是最大的问题是明天呢葛西就要考试，从背书到辩论什么都考。记得有一次葛西抽背那4地16形象，那时候很紧张啊，哇，像我就被抽到，一抽到就背不出来。葛西也觉得说这样学不行，后来就当场叫我们就到旁边现背哈，背完以后再回来背给葛西听。所以那种学习的紧张还有学习的那个强度是非常大的。那时候大家感到很绝望，找不到一个可以前行的力量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上师的一封信就飘落了下来。在那封信里面呢，上师说：静一下，坐一下，像一株草站立在晨光中，如一朵花静立月下。宁静就在你内心深处，集结着云影天光、风声树叶、阑珊星光之耀，打开那属于你的宝藏，你便是那拥有宁静的主人。我的祝福就写在绿叶上，寄给了远方的你们。当意念的风吹起，请倾听。当那封信呢，很多同学拿到以后就哭了。上师呢是用他的生命承办了我们的学习的因缘。